观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早安中国》。今天呢是8月11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如果一直看《早安中国》的朋友还记得吗？在上次的节目当中，石山老师呢就讲过，中共的4中全会召开之前呢，像什么四川江油这种事情呢，会幺蛾子不断的出，结果呢真被他一语成谶。所以今天咱们有3件事是必须要说的，一个呢就是在同样这一天了，11号，在南海的黄叶岛这个地方，中国的军警船和军舰，等于说2艘军方的这个船撞一起去了。他本来呢要奔着菲律宾的船去的，就自己家撞一起去了。很尴尬的就是菲律宾方面把所有的这个录像呢都给放出来了，这是一件事儿哈，咱们得去说道啊。那还有一件事儿呢，比这还火爆。我相信呢，只要看新闻的朋友都知道，那就是这2天在网络上大家一直在喊的杨兰兰你是谁，对吧？这个 X 上的八卦简直是扒着个底儿朝上。那么他到底是谁呢？这么一个开着限量版劳斯莱斯的人，把人家宾利直接给撞残了，连司机都给撞到 ICU 病房里头去了。而他的身份、他的来源、他的钱，包括呢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居然找不到来源。最有意思的就是现在中国开始限制所有的这些讨论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大瓜咱们一定要扒一扒。今天还有一件事儿呢，就是刘建超。如果说中国的这个高官呢真的不稳呢，连国防部长、什么外交部长都不稳的话，那这就是第3位这个外交部长的继承人啊，最火热的人选，居然今天说也出事儿了，而且呢华尔街日报他们都在报道了。那么这个到底呢被石山老师说的是啥关系呢？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咱们今天的早安中国的聊天。好，那石山老师你已经成为先知了，来给大家打个招呼。不敢，我只能说妖魔政治先知搞错，说这个不作不死。这个，它背后都有一套他们自己的逻辑的在里面。我们今天跟大家好好谈一下，扒一扒后边的逻辑。那还有一位呢，今天方伟告假，秦鹏上场。秦鹏，今天的这个新闻够不够火？今天的新闻这几个新闻都非常火。那我不管是南海的风，还是这个澳洲的风，对吧？我觉得这个风的背后的话呢，其实可能是因为这个北戴河那边来疯了，都因为北戴河那闹的事儿是吧？没错。所以呢，今天瓜挺多，咱们先说正经的。那这个军舰撞，而且呢是在南海有争议的这样的一个海域区，所以呢这件事情是个非常大的新闻。那中方呢只是说也有事情出了，但是他也不说对撞，也不说死没死人、伤没伤人，什么都不说。所以呢，今天这件事情，我说，哎呀，我们今天得好好去聊一聊。石山老师作为新闻人，咱们肯定去扒嘛哈。我就看他这个细节很有意思，看他这个录像。菲律宾的这个船呢，比这个中国的军舰和海警船都小了很多，是吧？对。然后呢，人家很灵活，而呢，中国那个海警船叫做3104号，很有意思。它这个水炮是一侧打水炮，歪着那个船追着那个菲律宾搞来搞去的，结果呢，一挑头，这边军舰的中国的这个164军舰横插过去，把自己的船给撞了。然后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哈，我就看，哎，我说这怎么回事？怎么他们2个这是军方的呀？我们都可以理解是军方的军舰，它怎么能出现这么样大的一个失误呢？可能就是太得意了，我觉得。因为在南海就像猫抓老鼠一样，现在的情况就是对这个菲律宾的船都小嘛，尤其是海警的船，全世界的海警的船到2-3千吨已经是很厉害了。然后美国的那个海岸警卫队的那种海警船，然后到一个6-7千吨、7-8千吨已经是巨无霸。你知道中国的海警船动不动就是1万多、2万吨的，根本就是都是在开玩笑的。他是拿驱逐舰的这个舰体，改装的这个就是海警船，所以你这全世界没这么玩的。对，对他就你说这个追菲律宾的这个船，我也看了他那个视频3104号。对他他不是属于那种大型的海警船，它是那种比较小的高速的，所以他为什么要追呢？他就是很得意，因为只有我打你，打不了我这么大的水炮，你怎么办呢？我就把你冲得东倒西歪。他觉得很好玩，就拼命的追的时候，就是可能我估计啊，这个菲律宾也坏，他就在你们的船里面钻来钻去，看你怎么弄。因为在黄岩岛那个地方啊，这个常年都有2艘中国的比较大的驱逐舰，主要是052D，这次那个是052D，好像是，算是就是几千吨级的，也不算是特别巨型的
075不是075，055那可能更巨大了，那种就是完全就像巡洋舰似的，非常巨大。但它在南海对菲律宾就是这样，但它这个很明显就是它操作失误。我想跟大家讲，以前中国的海警船呢，在最早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它是叫五龙治水，它在海上的执法船只有很多。这个交通部有，农业部有，就是管渔政的叫渔政，然后武警的也有，还有公安部的是反走私的，武警的叫海警，反正就是叫边防。对，还边防，它有好多种，然后各管各的，谁也不服谁。最后呢，到了我记得是10几年吧，就把它合并了，全部叫做海警。海警呢，现在就是归公安部来管，也就是说，你这是一个 civilian 的一个 unit， 对吧？一个 organization， 你不是一个 military 的一个东西，所以它是归公安部管。后来呢，这个海警呢就归到了武警来管，因为武警啊更厉害一点。然后随着这个武警呢从公安部剥离，变成了中央军委直接管，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不管是海警还是海军，其实都归中央军委管了。所以你都可以理解，他们都是一种军事部门，一种军事单位。所以中国的那个海警船为什么越修越大？像那个最大的那些海警船啊，你修那么大干什么呢？它不是，它修那么大，它就是上面已经做好了部署各种反舰导弹、防空武器的这个位置，它武器没装上去，但它已经把位置弄好了，它战争来的时候，它随时把它装上去了。所以各个国家都有海警这一类的机构，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队伍。但是呢，海警和军舰它的最大的区别，一个海警它没有那么高级的，或者是这种军备级的打仗战争用的这种武器嘛，对不对？所以通常它属于民事方面的一些行动。对，它就相当于警察和军队的区别。你说全世界的警察，你比如美国，不管你是地方的这个警察局还是 FBI， 你都属于民间单位，就是 civilian 的这个部分，你不属于 military 的这个，所以在打仗的时候怎么打，你这个警察还是属于这个民间的，但这种东西啊，我说起来比较有意思，这个是袁世凯弄的，和袁世凯有什么关系？袁世凯有关系，当时那个。八国联军就是义和团以后啊，八国联军把北京打下来，签那个辛丑条约的时候，其中就有一款说从塘沽到北京之间，中国政府不许驻军。哇哦！你不许驻军啊！但是那清朝政府睡不着，你想那个船一上来就没有军队，你就直接就进北京了，那个中间怎么办？就很头痛。但是那时候就交给袁世凯去想办法。袁世凯这家伙特别聪明啊，对，他就想来想去，这别人给他出个主意，咱们没有那个军队，咱们可以驻警察嘛。所以他把他的新军有一部分就变成了警察部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叫军队啊，我们不是军队啊，我们是警察。所以他在天津就驻了好多警察，据说有1万多呢，很多警察。然后他为了跟西方可以这个说，他还专门那个有一个电视剧《走向共和》里面专门写了这一段，他叫在英国留学的人把那个警察条例全文用电报发过来，发完了以后他这边组织人翻译，然后人手一册。那外国人你也不能说别人是警察又不是军队，所以你这个他就可以有一个武装力量卡在天津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朝廷啊，就心里面安一点，主要是慈禧太后了，心里面安一点。现在中国的情况同样是这样，一模一样啊。你知道为什么不能乱用军队？因为菲律宾和美国是有这个安保条约的，他们是有军事同盟关系的，他们也有一个 Fifth Articles， 你看第5条款，也就是说，如果是中共的军舰和菲律宾的军方发生冲突，然后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按照这个就可以菲律宾立即可以启动这第5条款，要求美国介入。
美国的军舰就正儿八经就开进来了。这个时候你的南海局势你就不一样了，你是跟美国人打，你那个再大，你也没别人大了啊，你也打不过别人。现在就欺负那些小国家，就用这一招，海警，用海警打个擦边球。对，所以这个是他很担心，所以那个中共的军舰都是停在西沙那个军港和海南这个两边来回走。真正出去干这种啊，用水枪喷别人、撞啊什么，就是海警干，他绝对不用军舰去干。所以当时为什么那个军舰在那，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它的黄岩岛啊，它是像一个葫芦口，只有一个入口，所以它每一次都是这个菲律宾都要用快艇啊，从那个入口咚冲进去送补给。所以那个就用海警挡着，但是他又怕你军方会不会动手啊？因为那个黄岩岛的那艘破船呢，是海军陆战队，是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是他的军方，所以他万一叫了个军方来打一打你，这麻烦。所以中共的海军呢就在附近，大概这么几海里、10海里、8海里的地方，就在那，就等于是坐镇。这些年就不断的这个猫捉老鼠的这样的游戏，一个要去送，一个就要拦截。然后呢，最危险的那个时候还曾经把人家那个潜艇，就那个橡皮艇，给撞的那个样子，还有一个人的手指头，对吧？特战都已经受伤了。那次就弄得几乎要擦枪走火的那种架势。那今天这个呢，就觉得哎呦，你这折腾来折腾去的，把你自己的给搞的那个样子。对，这一次很丢脸，说实话很丢脸。你的那个海警，你的海警把你的驱逐舰给撞了，然后自己撞的那个整个那个船手都给撞成那个样子，然后据说还有人落水，还有人受伤。这个具体怎么回事我们就不知道，但是这个确实是很丢脸。你想，都是统一行动，有没有统一指挥？有没有一个统一调度？有没有他们之间有没有？这个信号上面怎么联络，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从这个看起来，显然是不是很专业。其实金鹏，你有没有注意，就是菲律宾所发的这个和中方双方官方对这件事情的描述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中方呢说我们严格就是遵守的这种专业的操作的这种方式，而菲律宾呢直接就讲到了，他说我们还帮他救援去了，他们自己搞的这个样子，双方的口气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中方是绝口不提撞的什么样，有没有人员的伤亡。菲律宾这边是有点就是杀人诛心我们还帮着去营救了一下，还整这么一个说法。而那个船，它整个那个船头它渔警船被那个军舰给撞到，那个船头那部分已经撞烂掉没了。然后他自己的这个军舰呢，164这个军舰从那块这个舰首这部分也有个洞，然后整个贴着那个船舰的身子划了很长很长的一道的那种划痕呐。这个损失修起来几千万上亿是绝对的。对吧？你等于像废了，重新再对这一次，我觉得这个中共这边真的是糗大了啊！就是非常非常的丢脸，这在国际这个世界这个媒体面前丢了脸。因为菲律宾这边他当时这个海警船上他是有完整的一个摄像师的，专业摄像师，有好几个好像好几个，对，就把这一套的东西就完整的给拍下来了。所以你这个东西你抵赖是抵赖不了的，而且呢，当时这个发生的过程也是清清楚楚，是你自己撞了自己，所以就说当时来讲，看起来他是准备冲着这个菲律宾的海警船，对，结果呢，突然间的话呢，你可以这么理解说，这个中共的那个军舰挡在前头，挡在前面，唰穿过来了，咣撞上了，就把自己的这个那个海警船的头撞烂了。撞烂之后呢，就是菲律宾那边赶快去想说要救人。这个是个很丢人的东西。后来你看这个中共这边，他这个宣传，其实是我觉得实际上在骂海军。什么意思呢？他是海警船是操作合法，是完全按照操作规定去做的，他是这么讲的，很专业。海军可能不专业没错，他暗含的意思是说，这事儿不能怪我们，怪的话，那个撞我们的海军那个对，海军撞他的，因为那不是说他那个撞的海军，是海军啪穿过来，然后他挡在前头，对那个船头给切下去了，没错。所以这一次的话，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问题在这儿。
那么这个海军为什么也撞过来？说实话，这是个很诡异的事情。我看着那个从菲律宾的那个角度上拍的话呢，就像中国的海军要保护菲律宾船似的，直接插到了这个海警的那个船头，在菲律宾的有可能这里边有这个就是内鬼。我的理解啊，我看了视频以后，我的理解就是菲律宾船在前面跑嘛，中共的那个海警船在后面追，对，而且是那个水炮一直打开的，就准备追上，就给你冲个稀里哗啦，准备这样，然后就速度很快。然后你就看他那个菲律宾的船就有一个闪躲的动作，人一闪就过去了，拐过去了。结果后面那个中共的那个船呢，从船尾的从左侧后舷这个位置甩到了右侧舷的位置。对，然后中共的海警船就没有甩开，可能他船比较大，所以他就在掉头，他就直接的这个想这个。打个转弯已经来不及了，结果就直接撞上去了。没有他呀，他转弯如果不转弯啊，就没事了，好像不转弯，他更惨，是吗？不转弯的话，他会被这个他拦腰能拦腰给撞断了。对，他把这个船头的话，他相当于把头给削掉了。所以你看，他实际上我说。真正诡异的是这个军舰，它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它往这冲过来？它不是在那儿原地说待着，然后呢？你看那个慢镜头，那个海警啊，就是那个3104上面有2个也不知道是水手啊是什么，趴在船头上拿一个很大很大的那种像橡皮的什么东西，要防撞啊，趴到那个海警船上把那个东西往下顺。你一看呢，就是他知道了，他们已经目测对方的中国的军舰要过来，他要拿这个防止碰撞，但根本那个力量你那个已经防止不了了，而且你用慢镜头去放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撞的时候已经有水花喷出来嘛，那个里边就有一些红色的东西，所以有人讲说可能是有伤亡对，有人有伤亡，就是这个中国海警船那边搞不好是有伤亡，但是这个中国官方来讲提都不提，只字不提这个好像军舰撞了他自己啊或者伤亡啊，不提这个，只有这个谁呢？胡锡进在那儿说这个把这个这个仇恨呢要记在这个菲律宾头上，这个也是很诡异的事情，对吧？因为你这不能怪菲律宾撞的你啊。另外一点呢，我们说中共这边其实一直是不说清楚的东西是这个地方到底是属于谁的？他只是在那儿笼统的讲说啊，我们是九段线，对吧？古往今来历史就是属于我们的，自古以来。但是呢，它从国际法角度，从中国国内法这个角度来讲，那个地方不属于中国。从国际法的角度上，包括国内法，就是因为我们讲说你在海洋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其实国际上遵从的是什么？叫做联合国的这个海洋公约，这个是1982年联合国通过的。然后呢，1984年中共的这个官方就是和国际上签订了，1984年的6月7号，对吧？86年的6月7号，然后呢就是人大又通过了，这就相当于是变成了什么呢？国际联盟吗？你变成了一个，这叫你认同了它的话，就相当于是你必须按照这个法律去遵行。对。后来的话呢，中国其实又加入了一些国内法。比如说1998年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这个呢就直接引用了这个海洋公约的岛礁的定义和专属经济区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啊。还有呢，2009年的话呢，他就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个南海地图照会，这个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吧？中共在国内的话拼命在宣传这个九段线，对。但是呢，他在这个照会向联合国提这个照会里边，把这个九段线画上去了，但是同时附了文字的话，表示说我们遵守海洋法公约。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签订了这个海洋法公约，对吧？国际法，那我相当于我就遵从这个，什么意思？这是完全相当于是放弃这个在这方面的申诉了，只是说把它当做一个历史的一个问题。还有呢，2002年的话呢，它还有一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相当于公众的。这个的话呢，就搞承诺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2002年，对，也就是说，不管是从国际法、国内法，还是说你中共的这种在官方的对联合国的承诺，你全部违反了。因为
这个地方的话，黄岩岛这个地方，我们说它有一个，就是从国际法这个角度来讲，它属于什么呢？叫做礁，就是 rock， 就是岛屿的话呢，它是有这个12英里的一个领海，加上200英里的这个200海里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对吧？然后呢，这个如果你只是一块大岩石，就是那个岛礁。它呢，就是在高潮的时候，你也虽然能够这个好像露个尖能露出来，但是它没法生活。这个就叫做礁，不能叫岛。岛的话，你必须能够在里边能独立生活。它要有淡水，要有居民，要有行政单位，所以它有一系列的联合国海洋法里面对这个海岛。这个岛怎么定义？它有一系列的东西在这说的，所以在中国呢，就是这个中沙群岛，包括东沙群岛，其实这个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么大片的海域里面，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岛符合这个定义。所以2002年的时候，他还是对内对外觉得 OK， 大家都是没有。所以三沙市政府的话，那个就是成立的，就是为这个设在哪儿呢？你知道？不是设在这个南沙群岛这儿，西沙群岛这儿，设在这个三亚海南，海南三亚。所以你你看看他设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政府的这个所在地，你就发现他其实很可笑，他就很明显他知道，他说那个地方他没法生活，没错。但是你看2002年他还是这样的，但是后来这事儿就开始变了，他就开始不断的在这个南海跟菲律宾、越南之间发生很多的真正变化，你知道什么时候吗？2012年。2016年，菲律宾他们2012年就是所谓的黄岩岛事件。当时的话呢，借口这个就是好像渔船发生了冲突，然后的话呢，中国是大批的这个渔船以及军舰就相当于接管了那个地方之后的话，就开始这个不断的去升级这个事儿，再后来又在这个周围拼命的去造岛。你看，包括这个2015年那时候的话是。习近平是见了奥巴马承诺的话，我们不搞这个南海扩张、军事化，不人工造岛。结果的话，回头一转身，啪，全部的该做的全做，对吧？所以其实他是很明显的，从2012年这个整个心态、整个做法是完全变了。所以为什么2012年变了呢？为啥？其实我们以前跟石山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它真正的原因是2008年，就是奥运会，所以的话呢，那个2012年不仅仅是这个南海变了，在东海，那个钓鱼岛事件和日本的那个当时冲突，以及这个拿那个 U 型锁砸这个反日大游行，日本车的这个主人，对吧？车主。原因都在这儿，什么意思？随着这个奥运会的话，中共相当于是觉得这个崛起了，然后的话，你美国这叫堕落了。为什么那时候不有了一个东升西降，有了一个这个就是经济危机？美国的这个金融危机，2008年嘛，所以的话，你看他又觉得经济行了，然后成了国际大国了的这种万国来朝。就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把中国当成全世界的经济引擎。他自己也是觉得就是现在我这个以前的话，我得这个跟大家努力，我能够并肩站在一起，对吧？现在我这个坐着都比你站着高，比你站着都高了，我干嘛要这个还要躲躲闪闪这种低姿态呢？所以他那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向深海去蓝海这个。对，去蓝海战略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那些中共的这个就开始讲大国崛起啊，讲这个蓝海战略呀，讲造远洋船、造远程这个，包括那时候规划这个就是航母，都在那个时候开始了。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它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因为这种领土纠纷问题，根本的问题也不是说这个法律的问题，法律和这个和所谓的什么自古以来全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中共那个时候他觉着呢，要把对全球来讲要输出他的这一套东西了，治理方式就是要去呢。社会主义要去占领全世界，这个词儿没说出来，但是呢，意思全在这儿。后来习近平换了这个好听的词儿，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说要党领导你们，对吧？要这个全世界得姓党啊，华尔街得姓党，这个硅谷得姓党，这个华盛顿呢这些这个政客们得姓党。当时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公司，几乎是大大小小的全都跑到中国去了。没错，就是这样的。当时4万亿，所以他那个野心那时候已经开始膨胀了。既然膨胀的话，你也别怪他膨胀，他全世界都跑那捧着说嘛，都跟他要钱嘛。一带一路，哇天哪，简直那个时候不得了了。但是为什么你说他这个非得跑南海去折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讲说这个中共的话呢，在2战之后，实际上是被我们说美国和他的整个西方联盟是紧紧的锁在了这个大陆里头，就是叫做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对吧？第一岛链的话呢，我们说就从这个日本那边下来，一直到这个菲律宾。再延伸到马来，所以它那个地方的话，整个下来之后的话，就相当于中共的话就被牢牢的锁在了前海里头。可不，你当时的这个朝鲜战争打的那个样子，人家国际社会整个都制裁社会主义嘛，对吧？社会主义大家都知道，这叫洪水猛兽嘛。对呀，那个时候共产主义就是一个这种邪恶的这种政权嘛，这是国际的公认的东西。所以你就是在中共不管怎么去狡辩，这个是没用的。所以呢，当然后来这个历史又进一步证明，对吧？中共就是个很邪恶的政权。所以呢，这个第一岛链这么多年下来之后的话，中共那个最痛苦的，或者要走向南海，或者要去跟美国争霸，或者要统治全世界，最大的问题就要突破第一岛链。突破第一岛链的话呢，它就有几个东西得拿下来，台湾得拿下来。对吧？台湾那个地方的话，如果说跨过了到台湾的这个台湾海峡，是个很浅的这个地方，海水几十米，对吧？可是呢，到了台湾的这个东海岸，就突然唰2000米，就是到了这么高，这个地方的话，你下去这个潜艇你是看不见的，美国人可能追不着的，就可以直接开到哪儿呢？开到这个美国的西海岸，洛杉矶底下，然后砰一露头或者不露头丢颗这个导弹，对吧？那个核武器就可以把这个美国给炸了。这是中共想的，就是你这个东西要去突破它，台湾一定要占，这是个不沉的航空母舰。另外呢，南海这个地方为什么也必须占呢？是因为他发现这个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个好地方，也是的话，啪一下去，这个上千米的2000米平均下来，2000米的这个海深，这种情况下的话，中共在海口有一个这个潜艇基地，那个基地的话，它实际上是和山体连在一起，铁牛港然后那个底下的话呢，它是相当于是直接可以啪跑到那个底下，就是它在底下，就是你看在外边能看到山洞，或者能看到这个上边，你看不到里边有几艘这个航母，就是那个潜艇，你看不到这个潜艇的动作，因为它可以直接啪下到这个上千米的地方去，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它就有一个天然的这么一个大港。这个好就是这种潜艇的优良港，但是呢，你这个潜艇优良港的话，就要去锁定这个像南海呀，或者再进一步的去拓展到这种岛链之外呀，对吧？再有呢，就这个地方这叫马六甲海峡的这种，一直到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巴士海峡，就是这整个这个海峡这个地方来讲，这是一个超级的交通要道。中国的80%的这种石油从这儿走，粮食什么物资各方面的话，对吧？如果你被卡住了，中共被卡住，他觉得他要死掉了。可是呢，他反过来想说，我不信，我还要反过来卡你，对吧？如果卡住你的话，你是日本啊，什么这个美国呀，或者是什么韩国呀，或者其他很多国家，你也得从这儿走，对吧？那相当于我可以反过来去遏制全球，可以到时候跟要挟全球去。所以呢，后来我们讲说这个所谓的跟菲律宾打架，跟越南打架，跟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南海的打架，最重要的它其实是野心在这儿。不是领海的目的，是为了各个地方要建立一个这种庞大的一个军事的这么一个堡垒，这么一连串的这么一些军事的基地。所以呢，他为什么要去造岛？然后的话呢，要去把它军事化，
原因就在这儿。上边的话，你看放上了导弹，放上了这个周围放了军舰，放上了什么建机场等等的话，目的就是这个，他把它整体的这个南海军事化，这是他真正的野心在这儿。所以这就是2016年当时海牙国际法庭判决了，当时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和菲律宾的一个起诉嘛。对，哎，他就是不承认，我也不参加，我也不理你。那时候他就很狂，我什么公约都是历史文件，历史文件我就不理你。我现在有现在的说法，那这就是整个在南海发生的事儿。但是呢，刚才就在讲了，都是这个叫什么北戴河作的祸，这跟北戴河有什么关系啊？对，这你们刚才都讲都有点操作失误。我们不知道这个里面是有什么，但是这个事情一定会影响到北戴河，因为现在北戴河呢，实际上是在为四中全会做一个调子。四中全会就是要为2027年的21大定一个调子。这个定调子呢，不是说定个精神，而是大家要讨价还价，要谈好谁是中央委员，谁是什么哪个部，谁进政治局，谁怎么未来谁怎么样，谁的人马如何排位。全部要讲这个。这个时候呢，正是讨价还价这吵架的最激烈的时候。比如我们3个做这个讨论，我们正说啊，方伟这个人不错啊，这可以这个当中宣部的。哎，他那边出了一大故障，对吧？我对他有意见的，方伟不行，方伟这小子真的实在是这个不成熟。他就上不来了。他现在如果按照现在说的话，就是中国海军很没面子。海军本来就没面子了，苗华都上将都给海军将领跳楼的多少啊？尤其南海舰队跳楼的这个海军是最早腐败的地方，因为这个海军那个一艘船上面的弹药补给那老了去了。那个是非常多的，那个稍微一经手，这个板子呀，要这么说的话，这个板子可以打到这个某个人身上了，习主席身上。对啊，肯定。因为习近平提拔的苗华，没错。习近平的话，这是好像是包括这个东海、南海，这都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对吧？你知道他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全世界提拔海军将领，这个海军这个将领啊，就是海军上将，他一定要当过船长的。习近平提拔的海军的人，苗华没当过，董军也没当过，董军只是海军的参谋，他也没有上过船当过船长，这是差很远的。这个完全，你在美国，你说一个没有当过船长的人去做了海军上将，这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你得先做驱逐舰，然后做这个巡洋舰，然后2栖。登陆舰，然后舰队司令，对吧？航母，然后升舰队司令，然后这个最后你才能当海军的头目啊！就是因为你要从下到上，你完全了解作战时候是怎么样，平时是怎么样，运输是如何，你都要很清楚。所以没有当过舰长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中共最近这些年，大量的没有当过舰长的人升上去了。包括苗华，包括董军，都是没有当过舰长。那这么一听的话，习近平就没有真的想打仗。没有，他真想不想打仗现在不重要了。现在南海出了事儿，这个很重要。对啊，就是你是在你的这个治理下，是你还在这个军委主席下，对吧？还是你当时提拔的这个海军的这些人治理下出了问题？所以你的话，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这个北戴河这几天一定是不平静的，对，一定会这个事，拿这个事儿得有个说法的。所以你说这是天意呀，还是人为呀？你说中国的2艘军舰在这个时候哐当撞到一起去了。我觉得人为的因素也有，天意也有。人为的因素我觉得有一点这个例子就有点像什么呢？像王伟那个2001年那个就是撞击事件，在南海那就是海南岛那附近那个撞击事件一样，对吧？那个事件当然就是他是王伟，他是这个叫歼8的飞行员。飞行员的话呢，他实际上后来你看那个美方放出来的录像就显示是什么呢？他有3次的话试图是围绕着这个就奔着这个美国的这个侦察机，然后呢去擦肩而过，然后把他吓跑。你知道最近的一次它多近呢？10英尺，就3米。你这个在空中来讲的话，你可能非常危险，你稍微一抖动，搞不好就撞一块儿去了。但是呢，等到第4次的时候，他又玩，你看，就
就啪撞上了，就把自己撞碎了，然后的话自己掉下去了，跳伞了，对吧？而这一次的话，我觉得跟刚才石山老师讲的，就是他实际上是玩大了。他以前你想就是拿那个这个水炮打的人家到处跑了，所以他就拼命的去追啊追。其实虽然我们说这个军舰有问题，但是你去这么折腾人家，你本来不属于你的领土，你在那去折腾人家，你本身你自己就有问题。你这么玩大了之后的话，你就自己把自己给陷到进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像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是这叫人为因素，对吧？当然，天意的因素来讲也有，就是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对吧？就在北戴河开的会的时候发生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对这个风，那肯定就刮到这个北戴河去了，对吧？这个事情，我想补充，刚刚这个秦鹏讲了这个问题啊，我想特别补充一下，就是中国大陆很多人搞不清楚海权和主权的这个概念啊，海权有这个海洋，还有一种叫内海，比如说中国的渤海，如果是它是两个这个岛或者半岛拉成直线。这个大部分水是在你的领土的完全包围之内的，你可以管它叫内海，比如说渤海，中国的渤海就叫内海。所以这个除此之外是开放的这个水体的话，是不能叫就是领海的。大家谁都可以走公共领域。中共就是说，你看我这上面有这么多岛，所以这个整个海240万平方公里全是我。三沙市的面积全中国最大，240万平方公里，人口200，就除了政府官员以外，200人，对，除了政府官员以外，总共有12个居民，3个家庭，然后呢，就在那个西沙永乐岛上面。就是所有的水、粮食、蔬菜得外边运，全都从三亚送过去。当然，这个是骗人的，这是骗人的。因为如果按照这样的来计算的话，那不得了了，这个世界就完了。我不是说完了，那就是说，美国人说太平洋都是我的，因为从关岛以西都是我的，对不对？关岛以东啊，那个，你看我的岛也围了一圈啊，那个里面都是我的。那你是不能这样算的，你这样算的话，那就这个世界就乱套了，你知道？所以他这是不能这么算。当然，那个是以前这种算法，所以中共也知道这个对外我们不能这样算，但是他对内的宣传他不这么说，他不这么说，所以很多中国老百姓认为。你美国飞机飞过来，你就侵犯我领海了。其实根本没有，离海南岛的那个边上次撞击的时候50多公里，110公里好像我记得。它就最近的地方飞过去50多公里，也就是说它没有进你的领海，它在外面。当然你不高兴，你去弄一弄也可以，但是你要专业，你不能像王伟这种做法啊，不能像那个做法。当然这个整个这个事情啊，南海的问题。我是一直在跟踪这个问题的。它是2009年，中共军方开了一个会，就宣布我们的核心利益，其中就把南海放进去了。南海这个地方一直是美国人控制，2战以后一直是美国人控制。你知道那个太平岛，整个南中国海里面最大那个岛，现在是台湾在那控制，那个地方。2战时候，美军就在那设雷达站啊，干什么？最后呢，弄完了他就撤走了，他也没要。对于美国人来讲，这个地方是一个公海，是一个航道啊。你就是突然中共就说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所以美国当时呢是国务院就派了很多人去问，说什么叫核心利益？你怎么定义这核心利益是什么意思？中共方面就语焉不详，反正就非常强硬。然后2011年呢，当时是 Hillary Clinton 去东盟开会，直接问中国军方，中国那个外交部的人，你们解释什么叫核心利益？中方还是没解释，所以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东盟的会议上就直接跟东盟所有国家来讲，说这个南中国海啊是周边国家共有的，而且是一个公用的这么一个海区。不能由谁来控制这个东西，但中共就是不退，死活不退，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我的。你说那个海洋法我不管，你说这个我不管，所以美国的态度是这样的，
南中国海是一个公共海区，上面的岛礁石属于谁，不关我事儿。美国人说不关我事，你们自己去谈妥，谁谈妥谁的。但是呢，不许动用武力，这是美国的态度。是美国所以美国现在没有这个什么这个，而且这部分是公共的海域，对，所以经常军舰呐穿一穿，然后呢，德国、英国大家都跑着走一走，都可以无害通过，这是没问题的。不是，因为那个根本就不被认定成岛，所以它没有领海，也没有什么这个经济海域，你不是个岛。你不能说我在那儿建一个水泥桩子，我这个周围12海里都是我的，你不能这么做。所以美国不承认，他为了不承认，他就每次派军舰从你12海里的领域之内穿过去。所以中国每次都说我们就实施了驱离。反正他每次穿一次，你拿我没办法，我下个月我再来穿一次，反正就不停的穿，就是这样。这个有点像2022年的俄罗斯普京这边趁你弱啊，我就要你命那种感觉，我就打了。之前大家都觉得不会打，不会的啊，那结果他就打了。那你那个时候的话，正好也是民主党是奥巴马政权，那也是，那他们很会掐捏美国的这个脉搏。你不够强硬啊，你中国讲理，那我秀才遇着兵，我就跟你搅起没完。结果他就一步一步的在南海这边弄的这个调子是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看到他跟菲律宾现在就因为这些事情，我们总是在看着不断的新闻哈，不断的在南海制造各种各样的紧张的这个气氛。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呢看到呢，就是很有意思。刚才您讲到的就是这个风啊。南海的风就可能会刮到北戴河，其实一片汪洋都不见。今天把这历史的都讲一讲哈，我们下面观众很多人都很明白，像鸭讲说。奥巴马不作为的关系，结果呢，就是现在责任全在奥巴马。这是鸭讲是台湾的朋友哈，然后呢，高斯曼妮娜，这也是我们的老观众，他说呢，小人得志更猖狂。你说的是王伟啊，还是中共现在呀？这是我们看到的。然后呢，鸭讲说，现在这个中共还是被牢牢的锁在第一海链啊，第一这个还是锁着呢，还在锁在里面，牢牢的。他说中共解不了这条锁链。鸭讲的态度是，台湾加菲律宾加日本等于铜墙铁壁不沉的航空母舰啊！这很多朋友，尤其台湾的朋友，在岛屿上可能更关心啊，这周围的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回头看，我觉得如果说军舰的这件事情是天意啊，是人为啊，把这风吹到北戴河的话，这个洋蓝蓝的这股风，澳大利亚这股风，这个刮实在是得扒一扒哈。我们先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哈，这个瓜你有没有看啊？这瓜有没有吃？有没有拿小板凳？然后呢，对于杨蓝蓝的这件事件呢，这个新闻一出来，几乎呢民间啊，中国大陆的民间，大家就相信所有说的这些线索，就相信他就是个红2代，要么就是个红3代啊的后代。总而言之，红4代，应该是按年龄算，应该是赵家人，对，就大陆人就全都相信这个。但是呢，官方包括胡雕盘啊，他们都开始出来，还有在海外的，我们通过很多事件发现的这种海外的大外宣们，都开始出来为杨蓝蓝进行辩护了。那你们觉得，你相信哪一边呢？如果你相信这个就是红色基因的这种后代，你就打个1；如果你不相信，你觉得这个大家就是纯粹是你们就是太能炒作了，你就打一个2啊。先问问大家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所以杨蓝蓝这件事情这2天特别有意思，大家都在扒，而且一出来的时候，他的保释金、他开的车、他的年龄、他的身份，居然在网上查无此人，从国内到海外查不到这个人。他的车不在他的名下，他只有23岁，他的车是在一个公司，在开曼群岛的一个公司下面。他的房子，他住的那个全海景的房子，非常的昂贵，上千万、2000多万买的这么一个海景房，是在一个信托基金的下面，看不到个人的任何的这样一个线索。而他的保释金也是令人非常的吃惊，它不仅有这一辆，它叫做蒂芙尼蓝啊，这是限量版的，大家可以看那个颜色，全球100辆好像。对，它那个 Tiffany， 那这是女人非常迷的这么一个珠宝的品牌。这个蓝是他们家特有的蓝，它能把它弄到车上。然后呢，前面咱们以前说的拉布布，对不对？他那个车头前面还放上一个拉布布的，那就是最贵的拉布布，也是限量版的，几百万起价的这种。所以他真的是太有钱，而且呢，不光这一辆车，他还有辆白色的跑车的劳斯莱斯，在他的这个公寓，他那个公寓的车库里边停着呢，那个也是几百万美金的这种。就这台，就这么一个人，他只有23岁。最诡异的就是，
谁都找不到这个杨兰兰是何方神圣？23岁，你怎么能有这么多的钱？而且当天晚上的非常诡异，这台车据说它是呢开飘了啊，整到对个人家逆行了，跟澳大利亚一个非常有名的主持人的他的这种司机是一个奔驰车，整个对撞。撞得很狠的，你看看，把那个宾士那台车的司机，他自己在 ICU 说他的右胯已经没有了，然后呢，脊椎粉碎性骨折，右腿现在已经切掉了，几乎真是就直接在 ICU 病房直接撞进去了，很惨的给撞的。你想想什么速度？大半夜的凌晨3点钟，你怎么能跟他去撞到一起去？所以呢，这个人下来说，当时呢去测他这个酒精啊，测他的酒精，说呢一身酒气。当时呢，他就拒绝不做这个酒精测试。后来呢，他又到警察局去报道，再次拒绝不做测试。第一次是测了，第二次拒绝。拒绝。所以他这里边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很大的疑点，就是第一个来讲，他这个背后他是有个专业团队来支持他的。对。为什么？怎么一发生了之后的话，你注意到他离开了1分钟，1分钟之后他就是又回来了，然后他就开始呢按照刚才你说的这一套带走。什么意思呀？这1分钟的话是有人他打了个电话，然后呢非常专业的人，对整个非常专业的人告诉他怎么去做，怎么应对。所以的话，不回答、不检测，一般的家庭是没有这么专业的这个人去给你服务的，对吧？这么快的专业的服务，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他实际上很大的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你没觉得这个人的从头到尾的这种那种冷静？那种非常刻意性的那种低调，对吧？包括低调那种保护自己的东西来讲的话，这不是，这是经过多少年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么历练出来的、教育出来的，这不是说是好像他出事了，然后的话他就开始好像害怕的，然后保护，不是的。所以这一点上来讲，这个不是一般家庭能做出来的，而一般家庭也不会这么去做。只有什么呢？我们讲，只有这个红色后代的话，他们会有一批人会这么非常刻意的这种低调，包括在媒体，包括在什么等等方面，对吧？要怎么应对？要怎么应对？就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你说对于财产的整个这种处置。这个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大团队在背后做，对，这不是一个人，他说好像这个小孩啊，我研究就把这个事儿给做了，或者是这个中国国内的某一个人帮他就做了，做不了的。普通的亿万富豪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普通的亿万富豪都做不到，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刚开始被炒得最热的是他的保释金呐，什么这个多少几千万的保释，当时这个网络一下子就炸了。那后来呢，中国官方包括胡锡进呢都出来替他辩护的时候，就说你们什么7000万保释金，你这根本就让子弹飞一会儿吧，这是不太可能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你们纯粹是炒作。我觉得诡异就诡异在这儿。就是发布这个消息的人的话，其实是中文圈发布的，不是英文圈。而且英文圈我专门查过，事情还不是8月份发生的，7月26号，对，7月26号发生了，后来就慢慢的发酵。8月7号开始，8月7号、8月8号就开始这个在中文圈里边这个拼命的发酵，对吧？这个发酵里边好几个非常诡异的东西，一个就是这个保释金和这个人财富的这个金额，对吧？离谱的多，不，虽然离谱。但是非常合理，合理在哪儿呢？合理在了它有参照物。你知道可怕就在这儿，就是说这个写这么个保释金和这个金额的人，他是懂整个在国际上这些后代们他们到底多有钱的。你说这个7000万，你觉得好像多，或者在这个澳洲他不用这么多，对吧？澳洲可能是最贵的这个保释金可能500万澳币就行了，这个类似于这种车祸性的这种保释金可能更便宜。对吧？很多人可能讲，这个80万澳币就搞定了，对吧？但是呢，他讲的这个东西，它是有这个影的，有出处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洛杉矶这边，曾经发生过一个红色后代的这个人，真的是交了是7000万美金的保释金，对，还潜逃了。还跑了，对，那个是谁呢？那个是中共的原来叫李继鼐，原来的这叫政治工作部总后勤部的这个政治工作部吧？总后勤部是吗？我的印象是总后勤部的这个部长，
那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董后勤部是干嘛的？这个也叫 Tiffany， 采购 Tiffany Lee 那个女的叫对 Tiffany， 采购这种什么军舰呐、采购这个什么武器啊什么的。那当然这个油水很多，所以呢，他贪污那点钱，他是李继鼐的外甥女儿好像。武装部部长武装备部部长李继鼐的妹妹李继红的姑娘。对啊，所以你想总装这个董后，他原来是一体的，后来是分开了，对吧？原来3总部，后来变成4总部。那他这个整个这里边这么有钱，所以他这个钱他是有出处的，就是说写这个中文写这个几千万的人是知道这个东西能有多大的这个动静下去的，而且这个他讲说2700亿的澳币的这个个人财产，对吧？所谓的存款。他某种意义上，他也大概的知道说2700亿存款，这帮人大概多有钱。就是第一个消息出来是，首先是7000万的保释金，那我们一下子就想到了当时在美国发生的这个 Tiffany Lee 啊，搞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然后大家觉得哇，这澳洲又出来一个，然后呢据说呢他们这个法庭啊，或者是澳洲的官方说他还有2700亿存款，一下在网上就因为这个钱的数额就炸开了。对，所以他知道中国人会想什么，会怎么想。所以就是写这个东西的人非常知道中国人怎么想。如果这个咱不说是7000万哈，咱就说个100万保释金，会不会炸到这个程度？绝对不会，甚至没有2700亿也不会炸到这个程度。你说他身家有个1亿2亿，这个大家都不会觉得那么厉害。Nobody care， 对。主要是因为这个数额就把这个舆论给这个毛了。但你这个庞大的这个金额呢，某种意义上，你假如说你想象到了红色后代，好多人。懂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不奇怪。在红色后代里边，这个金额某种意义上又不奇怪。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说他们转了很多钱，说这批人出来。我说多少钱？大概多少钱？他说绝对超乎你的想象。我想象几百亿、上千亿，我真是这么想的啊。他说绝对超过你们的想象。大概是这样，就是说这个，而且不是一个家族、2个家族，是一大批家族。所以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杨兰兰呢，就讲到爆料的刚开始就是说，这是一群啊，这个在澳大利亚的这种年轻的富豪的后代，当然是权贵啊还是富豪，总而言之是非常低调的。他们自己到这个名牌店里边都是包场的，我去买东西都不能有别人进来，到这个份儿上。包场不仅包场，人家是这个扫墙，就是他不是就把这一排拿走。那一排拿走，他是这么打包，你知道吧？他这么买东西。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一个富豪2代或者怎么样，在海外或者怎么，他很有钱，他做了什么事情，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对，最重要的是，他们是这个中共，就是大家会联想到他们是中共官方这些人的后代，这个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什么？联想了之后，你发现中国这个网络上没人封你，而且那2天，所有的人都这么联想，所有的人都在去这个直接写成这个文字发在这个朋友圈里边，发在这个群里边，没人管你，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诡异。我现在可以讲一下，第一个，他说现在网上传的几个啊，第一个说是这个他这个父亲是专门控制这个澳洲铁矿石对中国出口的，然后我今天就问了那个朋友说，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因为他是澳洲铁矿石是大概有几十家国企。有资质去做这个事情，不可能是一个人啊。那个好，这个，然后第二个说是跟杨尚昆有关，说是杨绍明就杨尚昆的2儿子的孙女啊，这个是在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还有说是习近平，然后说是跟习近平有关，说习近平的某些亲戚，因为习近平确实他有这个一弟弟有一个姐姐都在澳洲，这个在澳大利亚。那还有别的人，还有说别的人啊，就是说很多。最离奇的是说，现在中国有消息发出来，查到了，这个现在搞清楚了，这是个台湾人。
他父亲叫杨正雄，他妈妈叫林什么什么啊，他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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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这挺奇怪，我就去查这个杨正雄，他还说这个人叫杨正雄，是有个正雄集团，然后跟民进党是什么关系？我查半天一点资料也查不出来，我只查到有一个正雄公司，还真有一个正雄公司，但那个老板叫刘正雄，不叫杨正雄，还真有个叫杨正雄的，是台湾台球协会的会长，有钱。你就是普通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不可能做到这个份上的。你还有保镖啊，还有保镖，还在开曼群岛注册一个公司，还有家族信托，然后各种控制的，然后把人藏的，你何必藏的？我跟你讲，一般的人他炫富，他是要告诉你我是谁，对不对？多有钱啊！我多么有钱，我是炫给我的朋友全看的，我跟那不认识的人有什么好炫的？我们的那个就是那个缩略图的中间那个女孩，那个人实际上就不是这个女孩，不是杨兰兰，她实际上就是这个在我们叫 TikTok 上边。这个属于炫富的那一类的，他就会去告诉别人，我说我又买了什么东西，然后我又怎么玩的，所以这是正常的这个一般的富翁豪，对吧？包括我们讲说在加拿大也好，在美国也好，你看那个就是搞这个香港那个事件的时候，对吧？很多的这些这个富豪就是开着这种跑车，在那个什么上，多伦多那个地方，多伦多在什么这个美国这个就是纽约这个街上在跑，对吧？对，插着5星红旗，那狂。所以他实际上是公开会亮相的，他不会像这个人这么低调的。没错，要不是出这个事儿，没人知道他有这个人。我跟你讲，澳洲大概2010几年的时候出过一件事情，就是澳洲有一个也是非常豪华的一个区，有一个大宅子，大概也要卖一个1亿澳元这样，结果被中国人买下来以后，买完了以后，他这个历史建筑直接拆掉重建，不是把澳洲人吓坏了，说这什么人呢？最后大家去查。曾伟吧，是不是？对，没错，曾庆红的儿子，就是他们那边就是说，结果现在就吸取教训了啊，没错，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你开玩笑。所以你看，为什么后来那么低调，就是因为曾伟这个事儿把大家给教训了一把。所以在红色后代里边，他是非常低调的，非常。你说这个一般的这些富豪，某种意义上他需要这种富裕或者需要这个东西来建圈子，所以它是不一样的。这个需求，这个事情啊。就谈到这儿就比较有意思了，他为什么这么低调？他不是为了防你秦鹏，为了防我石山，为了防你高捷，是吧？你们知道有个屁的作用啊！关键是他背后，他在中国还是活水，在不停的源源不断的还在往那攻呢。他是怕影响到那个东西，所以他才能保持低调，因为那个东西才是真正对这个家族至关重要，而且是性命交关的这么东西。所以你必须在海外保持非常非常的低调，你才行啊！你要不然的话，你这个高调。所以你一般的富豪没必要，我赚的钱啊，我公司，我的财产。我的房地产，我的股票，我的什么，我都公开的。对呀，马斯克就是有钱呐，对吧？我就是那么有钱，怎么着？所以他不需要刻意的去这样的去低调，对不对？所以真正刻意去低调，他总有他的原因。这个原因啊，就是我们一推测起来，肯定就是跟中国大陆有些关系。你说台湾一个富豪，他很赚钱，他搞个女儿，就这么低调，有什么意思呢？没有这个人的这种低调，让我们想起了这个习近平的女儿叫习明泽，对吧？到今天为止，居然拿不到他一张照片啊！传出来好几张照片，没人知道他哪一张是真的，对不对？没人知道。对。然后呢，这个又是这样，你查不到，一点都查不到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到今天为止，而且呢，现在澳大利亚爆料的这位华人。中国跨境去对他发出警告，然后呢，在中国呢，现在成板块的就往下删，然后呢，胡锡进出来开始为这件事情开始洗地，包括刚才把台湾的事情出来了。我今天看到一个最新的去分析这件事情的，特别有意思，这又跟你们那个北戴河那个连起来了。他就在说，既然有司机有保镖，为什么凌晨3点钟？他去独自开车，在他开车之前跟谁在一起？他喝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天哪，就是已经开始去质疑这件事情，可能是这个23岁女孩子被人陷害了，对吧？哎，我都跟你讲，我看到的第一个这个感觉什么，是不是他开的车？这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还有可能有另外的人，是不是车上别人开车，所以他得就可能要保护那个人，他必须要顶，这个我们不知道。如果有保镖的话，保镖顶就算了。所以我就看到今天到现在开始，就真的是越扒越深，越扒越深。然后这件事情就有意思了。现在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整个全中国的老百姓，刚才你讲了没有压住，现在刚开始删，不是一开始没压，不是没压住，对，就这个实际上是非常诡异的。因为你想一开始那么多的网民，实际上把矛头对准了那个红色后带，对准所谓的天龙人儿，对吧？对准了那个所谓的谁的这个叫做孙女儿，对吧？杨尚昆孙女等，或者是谁家的这个人，就是不是杨尚昆家的？你不管是谁的，这个问题诡异在于说，为什么官方不压？这个是个诡异的地方啊。然后大家就在喊，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时候的话，这种会动摇这个统治根基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说如果说按照网信办，假如正常的话，一定会压的。为什么网信办不压？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个非常值得去提问的问题。然后呢，正好呢，北京怀柔又发水了，怀柔政府就开始说大家捐款呐、等等的，所有号召捐款的这个屏幕下面，大家都在说跟杨兰兰去找杨兰兰要去哈，他随便一点就把这个全都包了，去找杨兰兰。把所有的这段时间的所有的那些大媒体的那些下边全是这个。包括新华社的在那儿去讲这个社保或者讲什么中国安全，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其他的很多的央视的什么下边全是这个杨兰兰，所以你说这个事儿我这么大到这种程度，按照中共的这个体系，这个风一定也吹到了中央去了。昨天这个我看到那个摇滚呐。一个男生重金属音乐直接就出来了，就喊杨兰兰你是谁？你到底是谁？然后就把这个整个事件描起来，特别有冲击力。我们有版权的问题，今天不能给大家看哈。但是呢，你就知道这件事情迅速引起了国内人极大的那种愤怒，然后大家都在去挖这件事情。我们上次刚讲过那个社保的事儿嘛，现在真是挺可怜的。国内的人现在怎么去应对9月1号马上进行这个社保呢？有3招啊，有叫替父从军，啥意思？这不你逼着老板交保吗？你逼着老板交保，那我也雇不起，怎么办呢？那我孩子就没工作了，那我爸爸你雇我吧，我退休了，我已经交完社保了，你雇我让我儿子去上班，这叫替父从军。还有一个叫做共享2.0，什么叫共享2.0呢？就是干脆吧，你呢，我给你限制这时间，你不能算我的全职员工，然后咱3家店一起分享一下。就我们3个一人开个店，25个小时，咱们然后分割一下，雇一个人来去给我们3家做临时工，我们雇3个。没有，我们3个人一人一家店，假设我知道雇3个人。然后呢，今天在你那儿，明天到我这儿，反正就3个人轮嘛，3个全是临时工。在这个必须要买保险的、买社保必须缴社保的这个线以下啊，这是2.0。共享2.0。对，还有的呢，就刚才我说的，干脆的，人家就是找这种退休的人了。果然让我们说的了，上有对策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是他这活得多难呢？这个本来社保是个好事儿，大家就为了不交这点钱，就是个人省这700-800块钱。等，你的那句话我得纠正你。社保对某些人是好事儿，对某些人真不是好事儿。你看对哪些人不是好事儿呢？对这个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的，对吧？对于你那个就是现在好几十年退休的，比如现在超年轻的这些人，现在交了还真不见得是好事儿。你要是农民工，你要没有城市这个户口来讲的话，你交了之后1个月1500，对吧？给你的因为他这个钱是收上去不属于你，不在你账上，对，它叫做现收现付，是被大家统筹了，被党给统筹了。统筹给谁呢？个人账号是跟着你自己。现在没有个人账号了，没有。2018年以后没了。以前那个归人社部管的时候是有的，后来是归这个税务了。就归这个整个全统了。全统筹之后的话，相当于是什么呢？主要给谁呢？给那些公务员，对吧？公务员和国企等，公务员是几千上万，平均的话呢，你像之前有一个叫做成武县，报出来的话，一个人公务员平均10万，全国性的基本上在这个范围以上的，对吧？然后呢，国企的呢，一年可能是个几万，3-5万。1个月7-8千，2-3千，3-4千。然后呢，你的民企的可能就是更低一点。
最后这个农民的或者是这些的200块一个月，所以你就发现的话，如果你是这种叫做农民工或者是这些人，你交了的话，你还不如直接给你爸妈呢。对啊，你交了白交啊，你交了跟你没关系啊。而且多少年之后的话，你说这个钱还有没有了？不是，这个社科院当时讲了吗？2035年就空了呀。对，实际上的话，绝对超过了那个年限。为什么？它是2019年算的。2019年之后的话，大家都知道出现了什么事儿。3年疫情，大量死人，以及呢整个这个经济是被习近平的这种关门和这个各种斗争彻底的打残了。打残了之后的话，就目前中国的这种社保绝对撑不到2030年。而且因为中国社保还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地方，全世界的如果到这种规模的这个社保，一定是个全国统筹。对，中国还不是。你知道吧？就是比如说你广州原来一大帮的年轻人去广东，对吧？去了那儿，哎，广东的话你就社保就偏多，为什么？他就直接交到你这个省。然后呢，这个东北或者某些这个就是人口输出的大省，你发现的这个没几个社保，所以的话呢，他要养那些老人怎么办呢？就得政府再去拨钱。所以他现在就是什么呢？一年你知道财政得往里去贴多少钱呢？2.67个亿，就是2.67万个亿，2.67万亿，然后再加上大概1点几万亿的那些离退休的这个人的一个补贴，所以呢，整个财政往里补贴差不多得4万亿。然后也就是说，你这么大的一个窟窿怎么弄？2013年其实已经开始那个叫做入不敷出了，入不敷出了，空了嘛，一直大家空了，对，所以一直是这样的。他钱也挪走了，没错，放到股市里也全都在赔，然后再加疫情的时候，加上疫情也大量的挪用或者大量的去花，对吧？拼命的花，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没什么钱的。那么这时候的话，为什么这一次去搞了这么拼命的把所有的这种叫做灵活就业的呀，什么临时工啊、农民工啊，或什么等等，全部这个以前不可能交社保的人，对，全部给你交进来。你知道这个里边有多少？他算了多少个什么账吗？这个大概有这个4.8几亿人是没交这个社保的，没有强制社保的。灵活就业或者各方面这不交的，就是农民工的什么不交的，或者是餐饮的这些不交的，将近5个亿。你知道，假如这帮人按照就是各地的这么高的一个这种标准真的交的话，你知道会一年会收进多少钱来吗？大概5、6万亿的。万亿啊，这钱收进来就全都填平了。所以的话，他就知道说，把这个钱假如收进来，就把这个窟窿填平了。把这个窟窿填平了之后的话，就给那些什么老干部啊，给那些人，他就可以发到钱，大家就可以再涨工资了啊，再涨这个退休金了。对啊。然后至于说你这帮被收的人，对吧？饿不饿死？对不起，那不是党考虑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情9月1号开始要强制执行了，很可怕。我觉得几万人到国务院那边冲塔，你想想中国人有多关心这个话题。你看到那个大肚子孕妇都在去送外卖的时候，你这个国家你现在出了这么个杨兰兰的事件，这种民愤你就知道有多大。而且呢，这里边刚才讲到他到底谁家人。当这个杨兰兰的事件在8月7号开始网上开始传出来的时候，就有网友说，接下来观察会出现澳大利亚和中方呢有这个两国关系友好的一些事件了。结果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就在8月7号出来，对吧？然后紧接着就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澳大利亚的一家叫做 Fortescue 的这么一个铁矿公司，获得了人民币的贷款20亿美元，相当于142亿人民币。8月8号出来的，8月7号这些人统计来，8月8号宣布呢，这是在澳大利亚的首次铁矿石得到中国方面的贷款。然后呢，网友就在说：“天哪，神预言呢？这好消息这么快就已经出来了。”不仅如此哦，紧接着中国和澳大利亚方面有几件事情都不断的往前推进，大家就更在问了：杨尚昆家的孩子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吗？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就诡异啊，非常诡异。包括他的保镖，你刚才说他是台湾的，说是台湾的那个保镖，大家都在网上人肉搜索出来，是中国10大国家卫士啊，有什么特警的，北京特警队的，有什么大内高手的，反正照片都能
叠加上来。对，这个级别的保安看到了哈，这个人这个级别的他保护的是谁？什么样的级别的人能够得到这种级别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大家都在扒呀。所以今天的这件事情呢，我看到就海外的这些人都在去不断的再去替他去解释哈，比如说你这个保释金是不准的，包括澳洲的警方说网上传言的消息不准。那什么不准呢？也就是金额不准。可是刚才你们讲了，要没有这么大的金额，能一下炸这么大个瓜吗？对，有人在故意炒这个事儿，把这个事儿往大里炒，所以这个事情就诡异在说，第一方面就是真正的被曝光出来的人，实际上是绝对有实权的人，不是说什么过了气的什么杨家的这个后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把这个事儿炒大的人，这帮人是奔着这个掌权的这帮人再去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热闹在这儿，冲着北戴河去，冲着北戴河去的，没错，这个看样子就是这样，冲着北戴河去。杨尚昆是这样，杨尚昆和杨白冰两兄弟在江泽民时代是被打下去了，他们家里面的人是不可能赚那个钱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最快速的那10几年，跟他们家是没关系的。我是不太相信他们家的人有这么多钱，因为我知道杨绍明是怎么回事，就是早期这做了一点这个关岛的东西，有一些钱在香港买了一套房子，如此而已。后面他们做什么？这些家庭弄个，比如说弄个这个几千万，弄个几个亿，很正常。哎，对，很那个。我是说人民币还不是说弄个美元？你说弄到了什么开曼群岛，什么这个家族信托，然后是传言中的什么上万亿的这个，我觉得这肯定跟他们这些没关系了。对，其实这个消息刚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个金额有点奇怪啊。然后我们去查澳大利亚的这种车祸的保险，它是有条件的去保释的，人家根本不需要交那么多押金。所以就像刚才你讲的，它这里边能够把这个数字写到这个地方，一下子炸开了，这都是有意在爆料。但是它真的是有道理的，有道理，他写的有道理的。为什么？你看哈，我还专门的研究过，就是在国际上啊，专门有研究这种洗钱的这种机构的。就国际上，比如说这些金融这些东西怎么回事，包括呢，它有好几套算法，根据比如说每年这种贸易账下、什么资本账下那些什么遗漏啊、什么误差呀、那个额对吧？等等的这种算出来的。你知道就是中国过去30年的话，这个转出来的钱到底有多少吗？最保守的算法3万亿到5万亿。就是基本上被贪官们或者什么美元的这个钱是转出来了，这是最保守的算法。然后的话呢，你就相对来讲是一个更合理，但是呢稍微有点激进的这个算法，大概是8万亿美元到15万亿美元之间转出来的钱。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所以的话，给我们用一个大白话让大家想象一下，对，你8万亿、5万亿、这几万亿美元的话，基本上是这么个概念，20个马斯克，基本上是几百个家族拥有。它不是说你这个就是说好像是多少万或多少几十万上百万的家族拥有，不是的，就几百个家族拥有。所以你说这个最顶尖的这帮家族，它里边弄个几千亿这个人民币，几万亿人民币，折算成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对吧？几千亿不奇怪。江泽民家族或者曾伟家族或者其他好多这种，就邓庆红家族或者其他好多家族，对吧？他弄个这个1800亿的，这是小 case， 上万亿的。江泽民家族应该是有上万亿的这个资金。哎，你随便对比一下，你知道我们前段时间不是讲的宗庆后吗？宗庆后的钱在海外有多少？他娃哈哈家族资产加起来，他那个香港那个家族办公室家族资产加起来就准备存到21亿美元仅此而已，还没到嘛，还在往里不停的存呢。这是万亿级别的，我的娘！他21亿美元，大家已经觉得哇不得了，打官司吵得全民就对。是，我跟你讲，
那是中国的首富啊，你跟这帮人比，所以在中国说你们根本就搞首富全是假的，你们根本就搞不清楚谁是首富。没错，对。所以今天的这件杨兰兰，你到底是谁？然后呢，大家都在猜呀，这个风一定会吹到这个那什么，这个下面我们听众叫做张 WHE， 他说杨兰兰有10个保镖助手。10个保镖助手，知道了啊，这是真的假的，咱也不知道。总而言之，现在是全世界的瓜，大家都在看。然后呢，这件事情呢，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看到了，他们认为澳洲政府也在帮着忙，也在往下压这件事情。就如果15号，今天11号，15号他要再次出庭，大家都在看他会不会出庭啊？有可能连庭都不出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件事啊，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澳洲的媒体啊，只是说 ，damn。Those Chinese so much money，就他们只是这样去说这个问题，但是最近几天开始转向，就是因为什么被中文的这个中文圈给带起来了，中文圈完全带了。谁？他是谁？这些钱，所以我看今天看了几个比较有名的，也是这种的 influencer， 这个就是这种网红啊，也在开始谈。他说在8月15号，我希望法官。就问一问问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不是说你怎么撞人，而是说你的钱从哪来的。所以15号又成一个焦点。对，就是说现在已经不光是中国人在关注了，因为中国人这种关注和炒作真真假假的，变成了现在海外的也在关注。我看美国的媒体也在跟进了，都在关注这件事，也在跟进了。所以的话，现在全世界盯着这个杨兰兰。所以你发现，其实真正懂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真正懂中国政坛的人还是中国人，所以的话，你看，包括一开始我们讲说这个中共说高层发生了问题，都是这个华人圈在讲说谁被抓了，哪个上将、哪个部长、哪个那个什么政治局委员等等被抓了，然后都是中文圈捅出来，然后说最后说这个谁出了问题了，习近平、北戴河这等等出了问题了。一开始那个西方媒体都是懵的，西方媒体觉得啊。不可能啊！后来呢？你看《华尔街日报》也讲了，这个德国的、法国的、美国的好多那个的媒体都讲了，对吧？所以你发现这个事儿发酵来发酵去，这都相当于从这个中共的这种叫做手法来讲，这叫做过去讲叫出口转内销，现在呢叫做这个华人圈传遍了，都跟上，再把这个打到这个英文圈或者打到这个西方这个圈里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种我们说政治斗争的一些手段，一些这种玩法。我是发现一个这个情况啊，跟大家也是讲一下。有一段时间，美国的和西方的一些媒体得到非常好的消息，就是他们比华人更往前走。对，他们有一段时间说谁啊要升了，谁要降了什么，20大的名单，那《华尔街日报》报的非常准，那个魏玲玲嘛。但是最近几年没有了。最近几年呢，这个西方媒体没有东西了，反倒华人圈子里边的这个消息很快。这个原因是什么？我告诉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向西方大媒体放料的是属于这个统战部，或者是中联部，或者是国安部，是他们这是专门的线。那个时候是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派系掌握了不同的线索，现在所有这个线索就被一个人卡在手里了，就是我们这个习主席，在各个小组的小组长，对他已经全部抓在手里，谁也搞不清楚他到底要干啥。所以这个外面的这个消息啊，全部都断了。现在就又回到20年前，所以我们中国人都来讲了，现在又是开始中国人，因为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国内的线索啊，然后大家拼了凑啊，然后各种在这儿你都给我们讲多少啊？电视里边出席的位置，对，报纸上头版头条，没错，哎，那就放到都这个很有意思，几秒钟啊，对呀，大家你反倒发现还是这套东西，对，还是得靠这个，就回到以前的这个观察模式，因为现在等于很多这种路都卡死了。都卡住了，而且以前都是要用钱给的，对，用钱给。所以说到中联办，咱们得说说刘建超。对，这咱一会儿呢，咱们再统一的再说这个这两天的
北戴河到底这各种风给吹的什么样子？对，中联办嘛，对吧？中联部，中联部的嘛刘建超。然后呢，这个《华尔街日报》都爆出来了。这今天是8月11号嘛，就是7月30号，他还是出访回来之后，3个最重要的会议，跟俄罗斯的、跟美国商会去拜访的3个重要会议全都没出席，是副部长出席。那么大家就说呢，现在就已经是明确的被带走调查。那现在呢，我今天看到最新的消息呢，这个刘建超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你说这个秦刚啊、李尚福啊，简直从过去这2年，美国都在八卦这件事情。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这么实权的单位，说没就没了。这就是你中共体制下的内部你自己人的这种下场。然后呢，这个刘建超是最热门的外交部候选人的代表，结果又没了。这些大家都在报道这件事情。我看今天有人说这个消息，今天我看说，刘建超呢是因为在跟美国出访的时候，向川普团队透露了习近平可能不掌权，于是呢，美方就决定延长90天，10月份再签和中国的这个贸易协议。于是呢，被中国国安部发现之后，他回国下了飞机就被带走调查，这叫泄露国家机密。怎么看？我觉得现在这是一种说法，这叫做泄密说，对吧？现在其实网上还有几种说法，一种呢是说这个叫做腐败说，是说他这个以前呢是在中纪委这边当做国际合作局，就是说专门去和各个国家去联系，说怎么抓贪官、抓腐败分子的。这么一个人的话呢，在美国搞过这个猎狐行动，海外猎狐行动。在中国腐败是个事儿吗？你跟外边人说，大家还信？我不认为这个是有道理的，这是这个问题，对吧？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叫做这个派系斗争说。他属于哪派的呀？没错，问题就在这儿。你说他是真的是那么泄密了？其实我是打了个问号的。我认为的话呢，反而这种。内斗说来讲的话，可能更有道理一些。那他应该是习近平提拔起来的吧？他习近平提拔，猎狐行动也是他一手促进的吧？但是你要知道，他是王岐山的人。对呀，这是一个呀。再一个，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20大之前的话，就是这个中央还有很多这个非习近平的人，但是到了20大之后的话，你发现。全是习近平的人了，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一定会你读过历史的话，就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了，就是内部相残，自己的这个体系，对吧？什么福建帮啊，什么浙江帮啊，或什么清华帮啊，或噼里啪啦就自己打起来了。这个里边的话，你看这个外交系统的话，这其中有一个王毅，这是这个叫做战狼派，这是一个这种超级能斗的一个人，他实际上斗斗了好几个人。秦刚实际上是被他点了炮的，他把这个秦刚这个事儿给捅出来了，最后把他给拿掉的。然后呢，王毅还干掉了另一个人，叫做乐玉成，也是当年也外交部长的候选人之一，对，第一副部长。对，他还是亲俄派的，没错，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个可能是将来也是外交部长的这个最可能和人选之一，对吧？结果也被拿掉了。这外交部长现在只有王毅这老头能做得稳，问题就在这儿。所以我觉得这个王毅背后一定是给他这件事儿促成了刘建超的这个落马。今天我看到一个分析就在说，他说如果刘建超出事了的话，最大受益人就是他。当然就是王毅。王毅对13年的在外交部这个地方，据说树大根深，我天，这个家伙对，是有这个说法，说刘建超的这件事情，包括之前这个王毅呢是使了很大的力气，甚至是裸辞辞职都要去把这个刘建超都给他干掉。刘建超和王毅相比，似乎给大家一种比较开明的这样的形象。但问题就在这儿了，温和一些。问题在于你这个跟王毅，假如说这就是第一个是路线之争，对吧？你跟美国相对亲近，王毅的话呢，跟这个西方要战斗，要战狼嘛。战狼某种意义上是，王毅在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这个推动的这么一件大事儿。现在都不知道谁推动谁就看谁聪明了。对，看起来是你推动我，其实我推动你。没错，对，这个是相互利用的一个关系，对吧？这是他一个路线的这个斗争，跟刘建超这个路线斗争，还有一个地盘之争。你注意到没有？就是刘建超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大家公开认为说这可能是下一个这个外交部长的人选的？去年的1月份，他开始这个在美国见那些什么布林肯啊，什么等等这些人，
那你那么高调的情况下的话，以前中联部是干嘛的？以前中联部实际上是个在改革开放的，就是最近这几十年，它实际上这个范围权力是非常小的，是跟那些社会主义国家那些政党为主，跟他们打交道的，因为。外交的话就是外交，党派的是党派的，党派的话就是跟那些不同的党派打交道。所以呢，你现在有这么高调的出现在这儿，告诉大家说你是未来的外交部部长，你同时呢又这个跨越了现在不同国家的这些官员、这些领导人们去打交道。你是不是抢了王毅的地盘了？那当然，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王毅绝对是收拾他。当时的刘建超去呢，他绝不可能他自己想跨界的。刘建超出去背后是有受益的嘛？不重要，就是在中共党内的斗争来讲，是谁受益的不重要，是你抢了我的地盘，是你这个动了我的奶酪，我就要收拾你。这是中共的斗争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它不在于说是你收拾刘建超，那不是你王毅个人的，你收拾刘建超，你就等于收拾刘建超后边相中刘建超的老板，那不就是习近平吗？不，那你这个，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也不存在福建帮和这个蔡奇和这个谁李强或者是王小红或者不同的那些派系打架了。如果你这么说，就不存在打架了。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它就存在打架，只要这个。中共的这么套体系不透明，对吧？只要它是这么一套这种运作的机制，它就像个绞肉机一样，它一定是打得你死我活。所以的话呢，这个王毅是绝对是打的这个刘建超的，对吧？如果你这么讲来讲，那秦刚难道不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吗？那刘建超不也是吗？对呀，所以的话，王毅这个他讲的是就是说这个政治的玩法。政治玩法是另外一回事。也有人说呢，是习近平，确实是习近平要。提他，因为他已经去了这个中联部，然后呢，他还去做了这个中央外事办公室的副主任，对，副主任就是仅次于王毅了，仅次于王毅，然后做了外交部的副部长。然后他到美国来，他讲那番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对布林肯他们说，他说这个中方我们是不会破坏这个现行国际秩序，因为中方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也是缔造者，所以呢，我们是要跟大家一起维护好现在这个社会秩序。说的美国人而美国人当时美国人很高兴啊，他转头王毅就说了。王毅说：“对我们希望呢，美方要跟我们相向而行改正你们的错误这一句话就把所有东西全给你掀翻了。所以每个人说我们怎么改正我们外交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这一下就完全就把刘建超见了好多人，说了好多软话，就是大家觉得这挺看来这个怎么样。”王毅一句话就全部给你否定，所以这是政治斗争的老手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不管是这个，就是刘建超是被谁拿掉的，被习近平拿掉的，还是说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拿掉的？有一点我相信这个谁起了作用的，就是王毅。王毅一定是在里边起了作用的。而且王毅呢，看起来现在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大家如果观察，我认为王毅现在跟习近平应该不是完全一条船上的人。那个。7月7号的这个卢沟桥的这种纪念日那个大会上来讲是蔡奇主持的，对，后面跟几个军头，王毅在下边，然后呢这个王小红在下边，然后呢这个军头在下边，对吧？还有一帮的这些什么中宣部、总督部什么等等这帮人在下边，而同期的话，这个习近平在哪儿呢？在那个山西小山沟，百团大战的那个指挥所在那儿，这个跟几个地方官员或者跟那些什么小学生在那儿讲话呢，所以他这个现在的话，这里边我觉得非常微妙，就在这儿，很明显来讲的话，这个政治斗争。这个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就明白了。就是在《三国志》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这个曹操跟别人打仗嘛，打着自己粮食不够了，他就把军需官找过来说：“现在这里原来一天2个窝头，咱们现在改1个窝头要不然吃不够结果这个军需官就去了，一人发1个窝头，结果下面就兵变了。那给我们1个窝头，我们这么流血卖命的，咱们就反了吧？曹操知道了，吓坏了，然后召集全部开始把军需官找过来。这个人简直是太坏了，怎么能给大家一人1个窝头呢？杀了，
啪，脑袋砍掉，向上人头一用，借你向上人头一用。所以这个政治就是这样，它是非常现实的。你是不是我的人不重要，现在我们必须怎么做，这个是重要的。所以这个你说这个文革里面，你从刘少奇到邓小平，本质上都是毛泽东的人，本质上都是毛派，都是毛派。你像那个习近平也是，他现在下面这些斗，你可以说都是习派，所以你要取舍。这个你到了那个位置你就取舍啊，这两边斗起来怎么办？你说你们两个别吵架啊，好好说话不行吗？他就是好好说话不行，好好说话了就不会吵了。所以你这时候必须取舍，而且你要取，你还得干净利落，你不能留下这个里面的裂痕。你告诉他，我永远都支持你，我早就觉得你对，把他杀了。你必须得这么干，否则的话，你的跟你的部下呢就有裂痕了，这个里面就有东西了。所以这个政治这里面这种游戏可多了，跟我们一般老百姓理解的这个什么这个家里面吵架啊什么这个完全是两回事。真是你死我活，往死特别在中共这个体系里边，绝对是你死我活。对。所以今天咱们看看哈，从咱们在四川江油那件事情，当时你就在讲这后面有没有这个事情，结果我说当时爆个料嘛，他的省长、他的省委书记全部都是习近平、王沪宁的人。然后你看今天的刘建超，然后呢，澳大利亚的这个杨兰兰到底是何方神圣？我们不知道，有人知道。北京100%知道，对嘛？北戴河那批人一定知道。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坐下来谈，说啊，这个中央委员啊，咱们到时候增加一下吧，增加到208个。啊，谁可以留啊？那个太老了，下去。那换谁呢？啊，换这个人吧，换那个人吧。然后政局委员哪个部怎么样？怎么就是大家在谈的时候说，哎，这个人不行，这个人最近他们家有一个人在澳洲出事了，给我们惹了麻烦，给我们惹了多大的麻烦？所以这个办事不牢，这批人呢会惹麻烦，他不能要。那你就进不去这个系列了，就是他那个就像搭火车一样，你只要一步错，你就永远就赶不上趟了啊。还有呢，就是中央委员，你可能是那个省长、副长，我跟你讲，我知道有一个人啊，也不能叫哥们儿，反正我知道他在一个省当厅长，突然有一天，中组部打电话，明天到某某省委报道。他说干什么呀？去那个地方当副书记，省委副书记，明天必须走。他的家里面人都没说，就打了个小包，坐上火车就去了。去了以后，然后就直接就是中组部就把他那个人就把他带进去了，他就是省委副书记了。然后他说负责什么呢？你可以选2个啊，你可以选这个口，也可以选那个口，主管。他家祖坟冒青烟了，怎么就点着他头？我跟你讲，这不是孤立，不是偶然的一件事，就是前些年就前些年，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派系，所以他会就从厅里面找那个下面啊，找这种厅官，年轻的还可以干的，口碑不错，划拉到自己，突然就给你提拔过去，提拔过去以后就插进去以后，这些人占味儿。都是战兢兢的，吓死了。他说：“你去管政法口啊？没有，千万别给我搞政法口，太恐怖了。政法口，说就去搞那个什么这个卫生吧，去搞卫生啊这些，这个还稍微安全一点。有点像我讲全是这样的，像这个宫斗剧里边夺嫡之争，你把我们选进去了。这是绝对是真事啊，因为他们的家属就直接跟我讲，说那个最后呢去了以后2年就开始失眠。”睡不着觉，精神疾病就要大量的吃药，太紧了，就害怕。你都一脚踏入这么一个官场，那个你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你都搞不清楚哪个地方是陷阱，哪个地方。但是他就给你这么搞，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是陷阱，每一个圈子都是陷阱。你一脚踏进去，你都不知道你活着出来还是爬着出来，你都不知道的。所以他非常害怕，非常小心。所以现在中国的官场就这样，它里面有一圈套一圈，一圈套一圈，现在全在北戴河讨价还价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中国社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你真的不知道谁给你下的套。对，你下一个套，我在网上配合一炒，谣言都不重要，对不对？你到底有多少钱？你那个家族，你可能只是想低调啊，总共就10亿美元。啊，没多少钱，但是我可以给你搞成个几千亿，
炒到那么大的时候，你就完蛋了。完蛋了，对。至于说你真的有多少钱，重要吗？不重要了。对吧？我只要在现只要在从结果上来讲，你给党和这个中央添了麻烦，我在这个重要啊。在现在这个 moment， 不让你上车了就行了。所以以后搞清楚了，也没人给你平反。刘建超到底有没有给川普呢泄密？这个是不可能的，不重要的。刘建超他是一直在做这个亲美的那种工作啊。中联部，对呀，你知道中联部亲美呀，没有这个真正亲美的，中共这个体系内没有真正亲美的。他呢，不过就是说认为说为了保大家的利益，我们呢跟美国这个关系要处理的更加好一点。你这个将来说把这个美国一脚踩在这个脚底下，把这个美国打掉的时候的话呢，你让美国别那么痛，或者呢，我们大家的过程中不要斗争那么激烈。可是他只是这种而已，他没有说真正的亲美的，是好像跟美国一波的。现在你把刘建超给带走检查，你给美国给外界留下的印象，那是另外一回事。强硬啊，对美国强硬派又占上风了。现在我根本就不相信刘建超泄密，因为刘建超这个人他在做中联部，你知道中联部是个什么单位？中联部本质上来说就是个特务单位。对，他是跟统战部，统战部是做低级老百姓的，中联部是做高级老百姓的，是做党里面的，就是跟各个政党去合作。他里面有很多钱，他们是做这个有组织的，跟各个有组织的这个社会团体去合作，去谈话。他那个里面的拿捏，就像一个间谍，一个特务。他就是去挖情报的，他就是泄密，他这个就是说起来很搞笑。是如果他泄密，那就是习近平叫他泄的，就是有指示。然后就现在说了啊，我没说，我没叫他这么干。所以今天我们这3个新闻说一定要聊一聊，对不对？然后那题目呢，石山老师说，哎呀。都是北戴河惹的祸，都是北戴河惹的祸。大家赞不赞同石山老师讲的啊？如果赞同，给朵玫瑰花吧，咱别光1和2。然后呢，今天的这个民调呢，已经300多位朋友了，325票，45分钟前。您认为杨兰兰的背景到底是红2代呢，还是大家在随意炒作呢？92%的朋友，只要你能上油管的，他们都相信这位呢是红色基因的后代。嘿，这就是今天刚才秦鹏所说的，不管怎么着，你那个数字给你描述出来，炸了锅之后，咱们中国的国内的和海外的了解中共这一套的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咱只是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家的孩子。但是刚才呢这几件事连起来的话，就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了，这4中全会习近平到底退还是不退？他到底失势没失势啊？如果像现在这么敏感，他就是可能要退。因为才会出现这么多的没错，因为这个就是说要这个换位了，就是说这个老大的位置啊，稍微换一下，就所有的位置都要动，都要换。因为你在中共这个体系，你不是换一个老大，你下面一串的人都要换，所以每个人都特别紧张，事情也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感觉上这个就是他要换位了。好，赞同石山老师的这个呢，来。打个1，不赞同的就打个2。那用他的话讲了，到4中全会落地儿之前，每次还得出现这种幺蛾子。在现在才8月11号到10月份呢，4中全会还2个月了，还2个月看吧，还会出现啥事儿，咱慢慢去嚼。反正每天都有这个大瓜，咱们去聊。那早安中国您就不要错过135的美东时间的晚上7点，大陆时间的早上7点，咱们就一起呢去。看看中国发生什么事儿，而且这件事儿一旦要发生的话，很有可能是个大事儿，是个最大的瓜哈，咱全世界都在看着这件事儿，所以呢，咱们就等着看吧。喜欢我们这节目的人，别忘了订阅、点赞啊，那给我们呢去摁个小铃铛，那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拜拜。